自从去年2月俄乌战争开打之后，至今已经1年半有余。很多人都觉得，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场局部冲突而已。那些说这场战争是新时代序幕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国家在开战之前一定要仔细衡量敌我双方的优劣，不打无准备的仗，切不可心存侥幸。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之所以跌那么大的一个跟头，主要就是因为在开战之前，俄国朝堂在妙算上不给力，他们对乌克兰的印象还停留在8年前克里米亚冲突的阶段，而殊不知对方已经通过西方的培训完成鸟枪换炮了。他们不仅不知彼，也不知己。对于自家军队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俄罗斯军方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开战之后错漏百出，贻笑方家。战端开启之后，他们以为凭借俄罗斯的实力可以轻松兵临城下，逼迫泽连斯基签订卖国条约。结果没想到人家乌克兰军队的顽强超乎想象，斩首行动功亏一篑。他们更没有想过，万一这种斩首行动失败之后，又该用什么样的预案。所以在偷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失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处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高层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严重不足。俄罗斯国内亲西方传统一直非常浓厚，现在克里姆林宫当家做主的圣彼得堡邦就是俄罗斯亲西方派的大本营。以前总理梅德韦杰夫为首的那帮人总是对西方抱有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之前把美俄关系的未来寄托于特朗普能否连任这件事上。在拜登上台之后，面对对方的挑衅，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以为这只不过是新官上任3把火而已。等到人家把军队开到家门口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仓促之下打响了俄乌战争。话说每个国家都有亲西方派的存在，要提防这些人啊，不要因为他们的一厢情愿耽误了国家大计。第二，永远不要对敌人心慈手软，战争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存亡的生死大事，开战的一方只需要对自己身后的子民百姓负责，对于敌人的百姓，那不关你的事情。如果心慈手软，那就是对自己人民的不负责，这一点俄罗斯就是个很好的教训。这还是因为俄罗斯国内浓厚的亲西方氛围，导致他们在战争期间畏首畏尾，不敢把事情做绝。因为俄罗斯高层总是幻想的冲突总有一天会结束，俄罗斯跟西方总有一日会重归于好的一日，所以在下手的时候总是留有余地。正是因为他们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给俄罗斯军队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事实上，这次的战争绝对不是美国人一时心血来潮，美国人是蓄谋已久啊，人家就是要通过这场战争彻底割裂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让欧洲大陆变成一个孤岛，只能紧紧地依附在美国身边。所以他们需要有俄罗斯这么一个假想敌的存在。这种情况在可以预测的将来都不会有太大的改观，除非美国彻底收拾掉中国，重新稳固住它世界霸主的地位。那时候
俄罗斯跟西方才会有缓和的可能。俄罗斯都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美国第一假想敌的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双方要是不打还则罢了，一旦打起来，那就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局面。像宋江一样存着招安的心思，那是找死。普里戈任就是个好榜样。可惜西方派这些人呐，总是心存侥幸。贸易战刚开始打的时候，就喊着要认错投降，一旦热战开打，他们什么态度可以想象。对于这种人，不得不防啊。无论大家愿不愿意接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一场霸权的更迭之争。这种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共存的可能性。然而很可惜，很多人一厢情愿的以邻为善、和谐共存的理念根深蒂固，就算屡屡吃亏，也是痴心不改。一个大国最好有点铁血气魄，蛮夷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没有武力的震慑，你的恩德显得一文不值，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象征而已。一个乞丐给你1块钱和一个百万富翁给你1块钱，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对于前者，大多数人会不屑一顾，对于后者，人们都会感恩戴德。但愿那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将仁义道德挂在嘴上，尽管放开手脚去做吧，胜利者是不受惩罚的。美国可谓是罪行滔天了吧？可是世界上除了中俄等几个少数的大国敢发牢骚之外，其他的又有哪个国家敢对美国指3道4呢？俄乌战争给我们的第3个启示是，信息化军事改革这条道路必须要一走到底。在这次战争中，俄罗斯的军队由于信息化改革不彻底，所以在去年下半年之后，就被乌克兰军队猝不及防地打了好几个漂亮的反击战。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的军队对接上了西方那套信息化系统。像乌克兰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甚至都不能够说完成了信息化改革，仅仅是对接上了西方的信息化系统，它就能够以弱胜强，把俄罗斯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底裤都给扒了下来。由此可见，信息化改革不仅仅是盲目学习西方那么简单，它确实是这个时代战场上的无上真理。这是因为信息化改革之后的军队与传统的大兵团、大纵深作战的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大兵团作战虽然威力庞大，但是它的体系非常臃肿，每一个大兵团都配备了特定的侦察旅、导弹旅、坦克师这些专业化的部队。而信息化作战呢，主要是以旅和团为单位，每个旅和团都配备了相应的侦察炮火和坦克连队。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把军队拆分一下而已吗？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是拆分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同的旅和团之间的信息沟通成本是非常庞大的。拆分的越仔细，那么这个难度就呈现几何级别升高。你想要指挥一只庞大的鲲鹏很容易，但你想要指挥千千万万只分散的麻雀有序作战，那就很困难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化技术跟不上，恐怕都不需要敌人打过来，你自己就能把自己给玩死了。此外，过去大兵团作战可以数量替代质量，拉平双方的差距。比如当年苏联跟纳粹德国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就是这么回事。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场坦克大会战。就坦克的质量来说，纳粹德国无异于是压苏联一筹的。但是苏联凭借着其庞大的数量优势，填平了双方之间的质量差距。可是一个旅和一个团的作战就不存在的所谓的数量优势了。数量路线在这里是走不通的，你必须得走高精尖的质量路线。而走这条路线呢，又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非常高。俄罗斯过去的军改就是因为技术和资金不到位，所以改成了一个4不像。非但没有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反而削弱了俄军的战斗力。不仅仅是俄罗斯，其他国家在现代化军改上半死不活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当今世界唯一能够在现代化军事改革上追上美国步伐的也只有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军事学界，还有不少人对过去那种100万大军气吞万里如虎的大会战眷恋不已，始终对现代化军改心存疑虑。可经过俄乌战争之后，想必很多人都应该已经看明白了，就战术与新战术之间的差别宛如鸿沟啊。以上2项是关于在战争之后我们应该注意的内部事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战争开打之后外部需要注意的事项。俄乌战争开打之后，西方国家就联合起来对俄罗斯进行了360度无死角的制裁。所谓科学无国界，文化无国界，完全沦为了一句空话。更绝的是，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
也被他们以这样那样的理由给冻结瓜分了。甚至就连那些一颗红心向西方的俄罗斯富豪也不能幸免于难。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西方国家的人品抱有太高的希望，他们唯一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中国可是美国的第2大债权国，在海外有着庞大的美元资产，一旦战争开打，你很难指望美国能够恪守政治归政治，金钱归金钱的原则，不找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我们的海外资产下手。所以一定要保持危机意识，在战争来临之前尽可能的清空海外资产。最重要的是，在冲突发生之后一定要锁死外资逃离的通道。这倒不是俄罗斯给我们的教训，而是欧洲。众所周知，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收割欧洲呀。日后中美两国一旦在周边发生了冲突，那么美国最大的目的也许不是弄死中国，而是要逼迫中国的资本外逃，跑到美国去给他千疮百孔的金融体系接盘，进而把美国金融体系那一身的毛病转嫁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冲突开始之后一定要锁死外资的流出，既然人家都不讲规则了，那你就不要再讲究什么自由交易原则了。此外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外部事项，那就是欧洲是不能指望的。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欧洲跟美国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所以总是想用中欧投资协定这些糖果来吊住欧洲的胃口。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欧洲似乎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啊。开战之前，欧洲的法国、德国都是不愿意打的。马克龙战前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来回调停，想要止息战火。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欧洲大国的调停努力在美国的阴谋诡计面前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他们是如此轻易的就被美国给绑上了贼船。战争之后，明明知道始作俑者是谁，他们依旧跟在美国背后咋咋呼呼。可见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欧洲本质上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可真到了烈火见真金的时候，却往往会原形毕露。中国要找支持者，就必须要找一些有自主能力的国家，不要再寄希望于欧洲了。